大家好，欢迎回到 Snowy Smile 的时空旅行日记，喜欢人类，热爱生活，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我是 Snowy Smile。之前说到，在频道达到1000人订阅时，会做一个出镜的事情。虽然现在还差一点，但是毕竟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了，已经很感谢之前一些鼓励我的朋友们、订阅者们的不离不弃。干脆就在这里，在农历年末做这么一个视频吧。讲述一下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经历，自己是如何从一个爱国者转变为坚定的反共者的。自己的长相可能会让一些人有那么一点惊讶，我本来并不是这副模样，在2-3年前看上去还算年轻，只是后来觉得自己应该多承担一些生而为人的责任，在瘟疫时很少出门，便也趁此时段在相貌上留起了胡须和长发。我那所谓从粉红到反贼的醒悟之路，简而言之呢，是这么一回事。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自己形成了很深厚的家国情怀，但也还是对中国一些糟糕却无法改变的事情感到深深的不理解。不过个人兴趣并不在此，加上学业繁重，自己也未深究。在2019年6月刚毕业后，因为情感原因，我是在抑郁的状态下，很不情愿地离开了中国。在2019年底，我慢慢走出了抑郁，而在经历过这特别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后，在又感受到希望的情况下，我特别希望能为世界多做一些美好的、有意义的、具体的事情。那时在 Google 里经受言论审查在内的一些经历和很多希望去做的事情，让那个还不了解世界面貌，以为整体上岁月静好的我选择辞职离开 Google。然而在这个时间点上，便是新冠病毒开始初露苗头，不少来自武汉的人在全世界各地被确诊，而武汉的疫情信息又却被封杀。那时我几乎还只用着墙内的媒体平台，除了我自己的一些文章也被删除之外，更是看到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的李文亮等所谓造谣者被训诫封口的事件，以及探寻真相的公民记者们被失踪的事件。在目睹很多惨象的同时，自己开始接触到了墙外的另一种对于中共历史与政治的解读。它不论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基于各种见闻，都比较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是这副模样，甚至让我连很多曾经的困惑也都想明白了。在我使用中国社交平台的时候，比如2019年为春雷项目的贪腐抱不平等事件上，自己希望这个国家能多重视弱势群体的发声，也经历了各种各样曾经所不能理解的删帖。而接下来更勇敢的呐喊，除了被封号之外，更甚至遭来了中国网警的辱骂和对家人的威胁。我很喜欢《哈利波特》和《指环王》这样的作品，也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正直、勇敢、清醒、善良的人。在那段时间，我开始看到很多我在墙内可能接触不到的信息和事件的时候，如了解到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禁止追责，红黄蓝幼儿园性侵事件的不了了之，看到3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丧尽天良，感叹这确实是个充满着摔倒老人不敢扶、碾压幼童无人救风气的互疑互害的社会。像我这样不愿意忍受压迫、向往公平与自由的人，也一样见不得他人被压迫。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一天都有为看到的他人的不公遭遇而痛哭流涕。我慢慢的开始明白，天价药以及与收入水平极不协调的特高房价在内，不只是在追求利益，而亦然是一种极平民的维稳手段。我感叹，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勇敢的好人是多么困难。我知道分清善恶是非的重要性。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对恶的沉默也无疑是扮演着一种冷漠的助纣为虐的帮凶。于是，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自己选择了如今这么一条对我而言艰辛而痛苦的道路。但是我心里知道，这是正确的道路。刚才提到《哈利波特》，里面邓布利多的这么一句话让我深以为然。有时候黑暗笼罩世界，我们面临抉择，有2条路横在前方，一条路虽然简单、轻松而诱人，但另一条才是正确的路。我希望自己能选择那条正确的路。
一开始自己只是憎恨中共，了解他最初以武装保卫苏联为旗号成立卫星国，也根本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反而是隔岸观火、韬光养晦的帮凶。从打 AB 团到延安整风，以及土改、三反五反、反右，都是赤裸裸的党同伐异的掠夺和暴虐。之后人祸的大跃进带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活活饿死几千万老百姓时，集权者们却还在酿酒、山珍海味和对外赠粮。10年文革更是对历史文化的浩劫，对真相的抹杀，是残害文人学者的焚书坑儒。这个国家不允许有宗教，但宣扬着共产党是永远伟大、永远光荣、永远正确，而要人们永远无条件服从的。明明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明明谣言是经不起阳光的考验的，但是在这样的国家里，就是不允许信息自由流通。对于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无限期连任的集权者，无人能说出哪怕一句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却反而是民主自由这样的词语被污名化。我憎恨中共，我认为这个建国70年来屠杀5000万人以上的集权专制的政党，要对祸害中国和中国人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然后自己又明白过来，目前中国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指1949年中共所建立的党国政权，它本来就不过是中共所包装自己的一层糖衣的概念罢了。中共国与中共是一体的，中共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与权利，而对文化在内，又有着生杀予夺的无上特权。只反中共却保留中国这一概念，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罢了。我希望中共解体，希望这尽自己的一份力，希望中共国不复存在，而形成真正保卫老百姓利益的权力自下而上、分散制衡的国家。让受到压迫压榨的、被信息封锁和洗脑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们，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真正的得到解救。但是，不论在中国的内与外，我都看到大量与中共享有同样价值观、不为社会平等做努力、不与谎言与暴力做抗争，反而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愿意勾兑的助纣为虐者们。自己慢慢的不得不承认，所谓被强行发明出来并所指的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不在乎个体幸福而追求大一统、有意无意的构建不平等集权社会的华丽却虚伪的文化。哪怕很多以反贼身份自称，嘴上也甚至说着打倒中共的所谓反共华人，大量也并不是具备民主思维、讲求公平平等的人。如果以糟糕的方式去反抗，试图以谎言来战胜谎言，哪怕屠龙者真的消灭了恶龙，也确实只能变身为一只新的恶龙罢了。反共必须反中，反中也必须反华。反华不是说去反对和消灭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而是反对那过度崇尚大一统、崇尚特权、崇尚成为人上人，并最终制造人下人、制造不公的所谓中华的文化概念。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Google 是我非常崇尚的一家企业。它曾经的座右铭是 "Don't be evil"。所谓 evil， 这是一个相对客观、公平的概念。能够判断何为 evil， 是要具备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的良知。Google 曾经因为不愿意为中国审查消灭一些他们容不下的声音与信息，在2010年退出中国市场。然而，除了我后来知道，2017到2019年，他曾经试图帮中共制作定制化审查功能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之外，在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伊始的时候 ，YouTube 把病毒危险性相关的视频都打上黄标并限流，并附上信息，要以世卫和中共官方的病毒可防可控、没必要采取限制航班等不必要措施的说法为准。那时候正是我与 Google 辞职前后，自己写了很多封长邮件给 Google 一些公共组，比较详细的讲述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播性远超中国官方的描述。然而却只是石沉大海。我知道中国今天的现况其实是东西方既得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中共以外，世界上很多的商业集团不光渴望中国的市场，也羡慕和希望有那么多任劳任怨的中国人，以低人权、低收益为代价，承担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承担起这所谓世界工厂的角色。自己为中国人而痛苦而悲伤，愿意放弃自己的安危和利益，一时甚至愿意拼命和牺牲，幻想自己断臂断肢都愿意承受。2020年也志愿参与了一些我觉得认真切实的工作和活动，但是糟糕的是，我曾希望自己能让强的人们了解并醒悟或多少抗争，但收到的多数回应却都只不过是侮辱和攻击罢了。在对世界感到失望和悲伤的时候，本来还希望做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的我，在2020年时离开了东京。我有些迷茫，不知道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一度甚至在认真思考在日本买块便宜的地去做个农民，宁愿碌碌无为，也可以真的不作恶。但我最终搬到了日本海边的一个小城市，渴望比等待病毒的源头责任可以早日追查，期待世界有所变革发生，但最终一切转为失望，也包括那些我希望唤醒和动员的曾经所认识的朋友。然而，他们中感兴趣的人本来就并不多，而不骂我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进行举报已经很感谢了。那个痛苦的、失望的、挣扎的我，最终几乎完全放弃了微信在内的全部中国社交平台的使用，身边没有一个朋友，通讯录里也没有几个朋友的，孤独的生活了2年。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选择热爱生活。这句话非常常见，但是可能还蛮难理解的。我自己认为它是一种态度，在了解人性里恶的那一面，在看到世界很多糟糕的事情，甚至被反复伤害之后，都能依然保持自己面对世界的态度，保持自己所热爱的生活的原则，相信并坚守美好的存在。其实也挺像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这句话并不是自大或自负，任何一个追求光明的人都可以这么说，因为确实在很多场景下，那些坚守良知的人，常常就只能是自己生活范围下唯一的光。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结尾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哪怕周围的人都吃过了人，我们也应该知道，还有孩子们值得去拯救。我知道自己的一些行为非常不够聪明，一些大胆的言论让自己承担了很多的风险与牺牲。之所以这么做，有几个原因，比如说鲁迅的小说《呐喊》是这个名字，我的理解是，他不只是说鲁迅先生在呐喊，而是更有一种期望，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倘若有更多人愿意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这就能形成一种共识而采取行动。这声音本身就足以是很有可能冲破黑暗的光。另外，我是一个喜欢算法竞赛、喜欢思考解决问题的人。其中有一种叫做贪心的算法，是构想全局最优解的思想。我认为自己的贪心算法能力，在我所遇到的所有算法选手中，也足以算得上出类拔萃。自己不是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可以收获他人的喜欢和个人的成功，只是我认为，比如这是一场保护真相与良知的战争，一如2战时对抗法西斯和纳粹。将军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我真的同样敬重，甚至更加敬重那些明知力量微弱，甚至很可能会牺牲的，却依然愿意冲锋陷阵的士兵。比哈利波特弱得多的各种伙伴，也是对抗伏地魔的必不可少。同样，抗争魔多可不只是需要阿拉贡和甘道夫这样的所谓英雄。我希望更多人勇敢地去对抗专制与谎言，而当然，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自己个体上愿意付出和承担的多得多得多。
有的人劝我说，把视角移出中国，这固然是个很好的解脱的建议，但是一来，一些我关心的人还在中国；另外，此时此刻的中国，在镇压香港人、关押新疆人之外，对外偷窃技术、输送审查，以专制渗透民主，以劣币驱逐良币，还向朝鲜、伊朗、塔利班这些国度同样的集权者们输送技术、资金与支持。我知道这么一句话是对的。如同一个人不平等，便是所有人都不平等。在如今的地球村一般的世界里，有一个地方是专制集权，那其他地方都一样饱受威胁。如同二战前英法等国的绥靖换不来平静与安稳，而只是养虎为患，要终尝苦果。我在内心深处深知，哪怕离开中国后的抗争，也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保有自由与民主的净土，必然有人要去承担的责任。虽然到现在还是因为失望占据着所有反馈的主流，让我在大多数时间里感到非常的痛苦，但是我知道反抗并不一定是为了有用，它也是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理想主义，希望自己不被外部环境和遭遇所吞噬的一种自我的救赎。只不过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他们是非常善良勤劳的人，我本应该在这个年纪里开始更多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报答他们带给我的善良与爱。但是如今甚至都难以与他们相见，也担心他们会被恐怖主义般的做派所招惹麻烦。那个悲伤的现实是，谁杀中国人最狠，骗中国人最奸，却成为他们主体所认为的大英雄和大救星。然而真的希望中国人生活变好，希望社会变公平的人，却被埋在地底下，成为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诸般被侮辱攻击的对象。我为了很多不值得自己去拯救的喜欢吃人的人，愧对了我最需要去爱的父母，这是折磨我最深的苦痛。我知道，如果看到了很糟糕的事情，看到了真的金子般为光明抗争的人，自己还是可能会有自己。我知道，如果看到了很糟糕的事情，看到了真的金子般在为光明抗争的人，自己还是很可能会再次有遏制不住的冲动，甘愿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我慢慢的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真的需要至少多承担一些对父母的责任了。在几个月之后，我打算回到东京，或者前往美国，寻求一些办法把家人接离中国这个大酱缸，这个让他们这样善良的人会承受更多不公与伤害的地方。而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支持习近平的连任。从客观上讲，他是对中国体制和国际信誉破坏最大的不二人。我认为有着父亲被逼疯、母亲不相认、姐姐被逼死的经历，让习总书记应该有理由，却几乎比谁都深知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包装之后的暴力与谎言之恶。在物欲横飞的时代下，没啥见识的傻瓜们被洗脑奴役的去站在奴隶主的角度上去爱这个压榨着、欺骗他们的国。我的经历能让我接触到太多所谓最聪明的人，而那聪明狡猾的知道真相却依然勾兑的精英们，也乐于在不平等的社会里成为多少享有特权的人上人。这个社会老人都不敢服了，信任和反抗就更难有了。面对那盘根错节的红色家族与西方既得利益集团敲骨吸髓般的勾结与压榨，也许真的只有加速主义才能让中国的大众终于可以发现并承认问题吧。黑夜还有多长？还会更加黑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黎明会在前方，因为大多数人们是追求美好的，而历经过黑夜煎熬的人，总能更加感受到光明的美好。
这是我的抗争故事，有一些经历因为各种原因也暂时先埋藏心中。在我努力坚持过程正义和纯粹的情况下，我做得并不够好，但是在孤独和失望常常吞噬我热情的情况下，自己真的已经很尽力。我很抱歉，自己还算不上是一盏火炬，但是我真的非常认真，也足够真诚。哪怕我不会再坚持着拼命的姿态，但也会依然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继续表达自己对真相与良知的坚守。我相信那个让中国生活的人们不会再因害怕审查而用各种拼音的光明自由的时代终会到来。那时的全世界也会是一个更加值得人们去生活、去热爱的地方。希望自己也能慢慢的多打开心扉，多认识一些与我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们。而其他在抗争着、在失望着、在忍受孤独着的人们，看到此时此刻的我，也至少可以多多少少的减少一份孤单。本次视频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最后祝大家春节愉快，愿有缘还能见面。